跟我走吧，我是乐群，今天带大家去吃鱼。你差点整个鼻子都印上去了，可以。直接咬。哇，好脆哦！哦我干嘛？你要吃去试了？哦，没有，画面不好看，一坨东西。要不然换你。我们可以一起吗？你在吃，我也在吃啊！你看我的眼神，绝对没有。我是不刀，不好意思。观赏影片前，请帮乐群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还可以加入会员赞助我们的频道哦。跟我走吧，虾皮商城正式上线啦！赶快来逛一下吧。この番組はラサミヤ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今天选择在胃流一种疏生的料理法。书生，疏生的日本的那个书生吗？不是书生，疏生是小妾。一个根一个生，再生出来。哦哦好，那我们知道怎么再生出来它的鲜味。我们知道这鱼已经冷冻之后，处理完之后再生它的鲜味。我今天是用羊肉，羊肉哇对让，羊肉配鱼就是一个字，鲜，鲜制。真的。那重新把它味道制作出来哈，所以当时我们已经就冷冻的状态，经过了两个晚上。 2个晚上，那解冻是盐水解冻，盐水解冻对。然后刚刚我再回到回温，回到常温状态，我们来处理它。好，好，首先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就是这个昆布，哎呦，昆布泡的水。等一下，这个昆布的水会处理我们羊肉的过程，处理羊肉的过程。对好，我们鱼先放旁边，因为鱼等一下处理的速度会很快。羊肉呢，我选的是羊梅花肉，好，羊梅花肉。什么叫梅花肉？梅花肉油脂分布吗瘦？一点吗？它的部位就梅花肉，它就因为它有像一个梅花的样子，有5块在一起。那因为我哦，把前面有筋的部分把它修下来，我只用它的筋，你只用它的筋。那今天给我们看这个是吃不到，哇，完了。没有啊，只是让我们看看而已。没有你错。今天晚上我们不是要打2圈嘛？哦边吃烤羊肉边吃。哦，这个你们就参与不到了，我们自己享受就好了。我们最不会打麻将，要跟你们多学习。啊，羊肉哈，我已经稍微将它切成条状。哦好，条状，还有它油脂都在里面。好，然后这时候我们使用盐曲。盐曲哦对，盐曲。就红曲的另外一种吗。盐曲的话是我们在酿造酒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曲菌哦，做，那一点点少许的盐曲，咸吗？咸，它就有咸味了。这个部分要拜托正妹帮我处理一下，抓一下是不是？把它拉一拉。拌好。来，在拌的过程哈，好重的块。来很重哦，来没关系。你可以用手。我觉得我拌的非常的就是很像智障。妹妹，我跟你说哦，这是我泡过30分钟的那个昆布水，嘿，昆布水淋一点上去，生命之水啊。哎，稍微拌一下哦。好。然后因为我不用，一般都有些人会用蛋白啊去抓，不要，因为我们在烤的时候油脂很多，哦，会渗进去，效果会很好。那就这样子往下拌上来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专业手法跟业余手法就不一样。你不是说你也是学料理的吗？没事没事。没有看我手刚刚很轻轻，不要摸到手。你还想来人家这里当工读生啊？我可以擦桌子啊。他麻将打太少。哦，有没有看到了？翻哦，好翻了。哦，今天很歪哎。来，再来是鱼。来，接下来鱼肉，哇，这么大，平常真的锅子不够大也真的很大哦。技术不好也不好杀。我们比我家球球我们是还要大。折颈的，哎好，折颈这边有一个小断点，去卖掉它。好，就这样断了哎。对啊，好这个鱼头怎么可以切得这么轻松啊？没有。是刀子厉害吗？来，你注意看你哦，看上次它已经切断了。那天切下去的这边是脑对。脑角，嗯，所以脑角的时候，它马上阻断它的 ATP 的运行，所以不会酸化。哦，所以因为它要消耗 ATP 的时候，就把它阻断掉了。好，这是在那个绞杀的时候。那这样杀海鱼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杀吗？可以，只要活的时候才可以做。这其实跟活地的意思是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对，通常有3种地法哈，活地、冰地，嗯，还有我们叫做绞杀。哦，我以为你要讲活地歪一边去了。活地、冰地啊，冰地。哇，这个切这个肉很夸张哎。有整个都白色油脂啊，非常优质哈。这边比较。等下翻过来就好了。没事。我听到那嗲嗲嗲的声音了哦。对啊，这骨头是在上缘哈，小心。对啊，它这个小新手。其
其实也很危险啊，这很危险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危险因为刀很利。对，那下去就下课了，对啊。这个我要多远？不会啦，过来我就下课。哇，你看一下，所以这个是它的上面这一层是它的气囊，对对对，气囊的部分气囊的部分。所以我要移开这样子。然后因为其实我真的不熟悉哦，其实它这一部分还有一些肉是冰的，因为昨天还冰的，还冷冻状态。所以不好切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先来把这一半来做料理就够了。好。其实这个感觉切生鱼片也很好吃哎，但是淡水鱼比较不要了。淡水鱼它这个有坤哥讲，淡水鱼它含那个虫卵跟那个比较多。对对对。淡水鱼的寄生会跟人共同。对。哦。所以你看啊，网络上讲的那个生鱼片会有寄生虫，我觉得最大问题是它不知道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。对啊，所以像淡水鱼啊，我是尽量不要啦。哦。很好吃的部位哈，这个地方叫做鳍边肉。鳍边肉哦，这个鲑鱼的鳍边肉，我只有听过比目鱼鳍边肉。啊，这一块最好吃了。这一块最好吃。这一块偷偷修给你。哎呦，要大，要大，要大，没错。这块修上来，来。哦，厉害哦。接下来鱼肉这时候我要做一个简单的调味，叫做酱油腌制。酱油腌制，来。拿一下。他们烤鱼的时候，我们一人吃一小块吧，可以。再多哈。小块的，哎，小块的，这也不小块了啦。哦，这一块是鱼肚的部分。对，我稍微修起来哈。哦，好油哦。把它腌7块。看起来有够肥。这是油脂哇。那到底怎么可以养得这么肥？有没有看到这油脂？这个白色一条一条的都是油嘛？对，人家吃的时候就会幸福吗？体内正气源源不绝。不行，你今天除了小帮手要顾到，还有阿坤要顾到哎。有，大家都有。哇。就是来一点酱油腌制一下，没错。那酱油的腌制啊，就会调整出它的咸度了。所以这道料理呢，不用太多的调味，就以酱油跟等一下我们那个羊肉的甜，其实很低钠。没错。鱼本身的味道就很香。香啊，我有考量过这一点哈。然后刚我们盐焗的时候有用那个羊肉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时候我们鱼肉也要加一点点，不要多哦。手上，那很多人说不知道盐焗怎么用哈，盐焗你就把它当做盐来用就好了。好，收哎，放在手上哈，抓一抓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子哈，稍微放置的30秒，这么快？它香味就出来，我以为它味道10分钟。没有啦，30秒左右就有一个酱香味了，酱香味就出来了啊，然后没有鱼腥味吧？对，完全没有鱼腥味。过去是因为鱼哈，你在处理的过程中会腥的原因，第一个是失温，血，然后血没放，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它本身养殖的环境东西很差啊。因为你跟我讲是山泉水，我觉得真的还没有什么味道，真的。然后在杀的过程中，它里面没有什么脏东西，看来要常去8号鱼池钓鱼了。水母哥，鱼寄过来。拜托你了。阿豪过山虾寄上来。过山虾，哎。可以，要包哦。这么厉害。哇，这样包是不是？来，羊肉，然后我们要上去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鱼肉啊会怎样？会比较厚一点。炒厚。对，炒厚一点，我稍微切一下，从这边它骨头旁边这个地方这样子，开一下。哎呦。开一下把它包起来。干嘛？是福寿鱼三明治哎。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没有，因为一般都只是烤那个，对，就弱。言不及义，随便做一下。不行。好，下刀要开一下。然后因为我们在烤的时候会有昆布跟那个味道，全部油脂滴下来。这是1个人份。哇，这只是做底哦，这是做底，羊肉、虾子，羊肉一点点，羊肉，可以，没问题的。虾子，好，这边放在上面，这放上面，然后在上面盖一点羊肉，虾子我们放在上面。对，所以是被羊肉包住，对，包住的。羊肉，然后鱼肉，对，放在上面就好，没关系。盖起来。虾子虾。
对，盖起来这样就。哦，这真的鱼肉好油哦。很油脂，等下烤的时候鱼油是会往下掉，嗯，在羊肉。推近一点点，特一点点它。哇，我好棒哦！你看我摆的多美啊，是不是？跟你不一样。设计胶水。看是不是艺术？盖鱼。哎，还有鱼。随便盖一块是不是？对，盖上面。是哦，好吧，那就这样。哎，不好行哎，我也要学郭师傅。怎样？我要把它可以啊，那刚好，是刚好，主要就一片。对，哎，可以哦，再来，还有。我有天分。盖完。好，来，就说这个要烤的之前哦，这个手续很重要。来，我们看这是什么？哪一个？我们看这是什么？醋。没打开就在闻。打开，喷在手上。哎，绍兴酒对不对？哎，来，烤之前绍兴酒要下去。哇！哎，酒鬼闻一下。这个好。闻完之后有点受不了。这个是我们刚的旗边肉，然后放着，你要准备一起吃，不要浪费哈。哇，哎，这样子一盘很成立耶，这根本就是什么福寿鱼汉堡。超强的啦！烤完的那个鱼羊鲜啊，会对你改观。这看起来太夸张了。现在还没摆完整体，你要摆完之后你才知道，哎，还没摆完，怎么像这样东西可以变成超高级的料理的？好，来，推烤箱，这要烤多久230度15分钟。 ？230度15分钟。那我们就把它丢进去。哇，感觉会酥酥的，感觉黏住了。不会。哦，太香了，我真受不了了。这怎么想得到跟羊肉一起这样煮哦？我曾经得到过一份食谱，非常的厉害。得到一份食谱，它是五行实学，它是说小当家写的吗？不是，是真的古时候的书。你没有选择入来生长。对啊，是我就写的9阴白骨爪。没办法，当时那女孩给的不是糖果，给的是参，不是。上菜喽！好香哦！哇！厉害了吧？他讲好像我做的一样。有啊，我们有做啊，我们确实有做啊。对，等一下把郭师傅劈掉。没问题。来吃吃看。好，肉跟那个鱼肉的那个味道。好。这要从鱼肉开始吃，还是从羊肉开始吃啊？都可以，它们是一起的。哦。它会有一点，要放远一点。你差点整个鼻子都印上去了。我可以。来。哇，这不知道从何下手哎，怎么办？好油哦！你看那个油是爆出来的哦。哇，你看里面这个羊肉，我把它打开来之后呢，它就开始滴油了。这边有七味粉跟什么的，还是要先吃原味。我不知道从开始咬，你怎么办？你教我一下。你就是就直接咬啊，虾子先吃是不是？有有怎样？被那个鱼油这样子包住了是不是？盖住的味道，然后还有羊的那个鲜味。好，鱼肉直接来。哇，你看油脂的部分。哦，甜的。甜的。这是淡水福寿鱼哦，真的是甜的吗？甜的，而且超香，就是那种鱼肚的味道。有这一整块都是鱼油，看到没？白白晶莹剔透的。女孩子吃这个最好了啦。而且入口即化，超软。因为你在吃，我也在吃啊！你看我的眼神，绝对没有。我是不刀，不好意思，给我一把大的。这只有。我是这种人吗？你不是人啊！哦，畜生！观众都在讲，刷了一排畜生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哇！我真的不相信。哦，看来这个蒸汽。对，就一条就可以。先吃原味。然后等下加下面的羊肉一起搭配那个鱼肉吃，完美。古人写的鱼羊鲜啊，是真的鲜味。不对啊，这鱼怎么多一个甜味？为什么？就是鲜味。你就说是甜的吧？真的，它里面是多一个甜味。对，因为羊肉跟鱼油啊产生的味道，会不会腌制的关系有关系？结合。好，给予重生的一个味道哦。所以两种食材结合之后会产生这样的味道，叫做重生型的味道，也叫书生的料理法。
哦，酥是酥形的酥，然后生出来的是。居然是昆布最好吃。你试试看啊，直接咬。哦，好脆哦！哦，很香哈，香。会有大麻的味道吗？哎、我们去的是8号，我们去的不是4号哎、昆布烤过之后会有一点点大麻的味道。它吃下去很像那个鳗鱼的油脂的感觉，蒲烧鳗啊这种，或是现在很多当然鳗鱼也是假的啦，就是你会市面上买得到的，当然不是得罪人，是事实。用鲷鱼来做。对，用鲷鱼来做，它吃起来那个油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健康，很好吃。然后吃下那羊肉，我会傻。发现了。我觉得我刚哦我干嘛？你要是去浴室了？哦，不要，画面不好看，一坨东西。那不然换你，我们可以一起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吗？啊！我一拿椅子过来了。好可怕，赶快关掉！看。当机。没有，那羊肉是西北后加的呢，好好吃哦。那羊肉真的超好吃哎，但是一起咬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感觉，哇，太夸张整个了。爆发哎，吃了之后我现在开始流汗，蒸汽源源不绝。果然被苏醒了。没啦，你没规定皮啊。除了鱼肉、羊肉、虾好吃以外，最好吃的这个昆布。啊，不会。太好了。哇，它吸收了那个咸味跟油脂的味道，这一块变超好吃的。它们的灵魂出生在这一块昆布上面，对，真的更好吃。好，这个特殊的料理鱼羊鲜，没想到这个福寿鱼真的可以做的这么好吃。我觉得其实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啦，就是大家昆布其实应该都很方便买。那虾子的话，一般的虾也可以，而羊肉的话就是特别要挑有油有筋的那个部分，没有油没有筋的，大家可以自己煎来吃。对啊，然后再配上这个鱼肉，我觉得超棒，真的超屌，难度不高啦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在家里试试看鱼羊鲜，真的超棒，好不好？希望影片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感谢我们今天颜值担当跟流量担当，还有我们料理担当。谢谢。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谢谢。